人类和魔族打了整整15年的仗，互相破坏对方家园，换取一块地，接着摩擦就没完没了，战斗也是一刻都不停歇。然后呢，人类这边出了个勇者，他带着3个小伙伴战斗多次都赢了，成了人类的希望，大家都盼着他能结束这场战争。可能是太着急要打败魔王了吧，他居然撇下队友，一个人直接杀向了魔王的大本营。他是不是打算单挑魔王啊？本来勇者的计划就是暗杀魔王，但他前进魔王宫里一看，啥人都没有。走到宫殿里面的王座，看到一个身影，他二话不说就攻上去了。那人一转身，却是个相当惊艳的红发女子，勇者当场就懵了，脚步一软，这才明白眼前这个少女就是第43代魔王。他还亮出胸口的纹章来证明自己的身份。勇者吓得一个劲儿往后退，心想这美人计嘛，这么狡猾。他冷静下来说，他才不上当。没想到魔王根本没打算打仗，还说他一直等勇者来着，还早就想和他好好聊聊了。魔王一开口来了句，勇者成为我的人吧，大概口吐瓦路。勇者就说，魔王你这不是毁了好多国家吗？这时候勇者离开了自己的队伍，那边有3个人格的魔法师少女直接摊手了。勇者说他们出现那片土地原来是青山绿水的，结果被魔族挑起战争后都变成了乌烟瘴气。魔王吐槽说，那明明是因为过度砍伐树木烧木炭导致的空气污浊。勇者又提到大臣被魔族洗脑的事，魔王冷笑一声，盖了锅的时候就说是被洗脑了。你们人类政治家总喜欢把责任推给魔族。勇者说他亲眼见到魔族杀害人类。魔王反问，难道人类就没有伤害过魔族吗？这世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对错。魔王拿出个卷轴，准备和勇者聊聊经济问题，讲讲战争的好处。这边有人正庆祝和魔族打仗呢，因为有了战争，人们更团结了，那些持续了500年的病疫和饥荒都减轻了，甚至还给中央大陆带来了大笔财富。所以一旦有了内部矛盾，总有人想挑起战争。魔族那边也是一样的，之前为了争夺王位闹得血流成河，现在却都听他的。勇者说他明白魔王就是不想打仗，还说愿意陪他去自首。但魔王说现在战争不能停，边境的王子也在愁战争为什么不结束。国王告诉王子，他们国家开战之前很穷困，但一旦开战，他们就得到了中央各国的捐款。勇者觉得其他国家给捐款也没捞到什么好处，魔王却说人家是有好处的，至少他们现在安全了。边上的国家打得火热，但中央大陆的国家安稳得像另一个世界。他递给勇者一个灯，勇者拿起来，忽然回想起中央大陆的情景，那儿每晚都热闹非凡，那些富豪的奢华生活跟动物的百姓形成鲜明对比，就像根本没有战争似的。魔王告诉他，正是因为有战争，他们才能这样生活。如果战争停了，中央大陆就没了货源，会有很多人失业，连粮食都会短缺，甚至还有人可能饿死。不过战争也是把双刃剑，它能给没粮食的国家带来食物，但这食物也不是凭空出现的，有人得到食物，同时有人挨饿。如果没有战争，这世上就会多出许多不会战斗却也不懂得谋生的人。要活下去就得有吃的，要是没吃的的话，人会一大批一大批的死掉。勇者简直不敢相信真相居然是这么回事。魔王说，这战争不管输赢，人类最后都得完蛋，所以他们才不派军队，就派勇者一个人来。只要魔族赢了，就能在人类的地盘抢奴隶，扩大殖民地。要是人类赢了，他们也会对魔族的地盘干同样的事。勇者想反驳魔王，魔王却告诉他，很多世界都是这么毁掉的，还让勇者看了他梦寐以求的画面。没有豪华的宫殿和享乐，只有青山绿水。他想去看看没有战争的世界那头。为了这梦，他让勇者成为他的人。作为交换，他愿意和勇者谈谈世界的一半。勇者本来是要拒绝的，但听了魔王的分析，他其实心里也不想打仗了。魔王说，除了自治区的一半，他愿意把自己的一半也给勇者。不过他比较贪心，他想要勇者的一切。勇者一下子脸红了，这么明摆着撩他吗？魔王偷偷告诉勇者，如果他宣布停战，人类国王也不会答应的，肯定会重新找个魔族当魔王。看来这场战争对双方都是必须的，但魔王想改变这一切，只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。这个魔王既然有这么大的心，他不仅需要勇者帮忙停止战争，对勇者也是情有独钟，想战争结束后有人陪他去看世界的另一边。勇者听了脸都红了。魔王还有点不确定，觉得自己不是男性喜欢的类型，他身上确实不完美，比方说手上就软绵绵的，但他有个优点，那就是肯定不会背叛你。将来勇者不管生病还是变老，他都会始终陪伴左右。勇者明白，一旦签下契约肯定会流血。魔王并没有隐瞒这点，只说勇者肯定会沾血，但他归勇者所有。于是勇者也愿意成为魔王的人，双方签订了契约。魔王开心地抱住了勇者，然后被勇者不好意思地推开。
魔王说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问题，兴奋之下不小心碰到了回忆灯，这东西能展现记忆中的场景。魔王甚至练习过如何吻勇者，两人都觉得有点尴尬。这时魔王居然取下了头上的角，那角原来是个装饰品。魔王需要勇者是因为想带着他去旅行，他打算亲自解决粮食问题。两人伪装后一起来到了一个宁静的小村，这儿郁郁葱葱，牲畜成群，女仆提前来准备好了住处，人还没进就远远叫魔王大人。勇者紧张了一下，这不是身份暴露了吗？这可是人类的地盘啊！女部长说她懂了，她从小就照顾魔王，听到魔王和勇者结婚很开心。两人红着脸说这只是个无期限的契约，但女部长觉得这就等于结婚了。原来女部长的名字就叫女部长，她其实不是真的女仆，只是对这行情有独钟，以前还指挥过魔王的军队，不过最近就在研究如何做女仆。女部长宣布魔王是来研究农学的，而外头的传言是魔王和勇者打得两败俱伤，魔王就在宫里静养呢，勇者音信全无，这谣言能撑1年吧。魔王对农具学真有研究，打算实行4季轮作，每块地种的作物都不一样，轮过后的地能歇歇，种的东西既能养地还能喂饱牲口，这法子特别适合地少的地方，毕竟开荒肯定得闹纠纷，他们想根除饥荒，村长不懂道理，不太赞同他们的计划。魔王决定先普及下知识，正好回家赶上下雨，魔王让勇者坐在旁边烤火，两人聊起来，魔王就紧张了。勇者看出来就问想让我干啥，魔王磕磕绊绊说书上写的，累了可以找个地方休息，说自己愿意吸枕着勇者。勇者二话不说就趴下了，反正他已经是魔王的了。魔王才轻抚着他的头发，感情越来越有味，差点就吻上了。外头的马车突然嚎叫，两人急忙跑出去，在马棚里找到了一对湿漉漉的姐妹。女部长过来说可能是隔壁村的奴隶，勇者大吃一惊，这儿有奴隶系统。勇者最痛恨奴隶制，觉得太野蛮太残忍。魔王了解这是农奴，农奴跟奴隶还是不一样，他们有个人财产、房子和农具，甚至能和家人住一块，但没有自由选择工作和搬家的权利，也是庄园的主力，只能被迫一直干。以前遇到逃奴，通常是叫地主来领人，勇者觉得把他们送回去太狠了。女部长就跟勇者说，没选择权的人跟虫子没啥两样，他们要是留下这俩人，村里的局面就危险了。魔王没让他立刻去联系人，而是让女部长弄些衣服和食物，让这俩人先歇一晚。姐妹俩真心感谢魔王的帮助，还求他明早别报告他们。妹妹说他们肯定能跑掉，逃到大城市去生活。女部长冷冷地说这不可能，他们所谓的逃跑其实就是找个人收留而已。勇者正要开口，魔王却给他摆了个手。这时女部长还在说，没法掌控自己命运的人跟虫子没区别，但他烦的是甘心当虫子的人。他让那个年纪大点的女孩道歉，女孩点了点头，为擅闯屋子道歉，然后忽然问女部长自己怎么才能变成人。这回女部长没反驳他们，只是说不用那么低三下四，礼貌点行礼就行了。女部长回头问魔王自己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能不能雇个帮手。勇者吐槽说你刚才还嫌弃人家呢。女部长说她烦的是虫子，作为人的女仆她还是喜欢的。后来姐妹俩就留下了，妹妹给勇者送面包，现在还在魔王的指导下学写字念书，打算将来赚大钱，和姐姐一起过上好日子，穿好看的衣服，睡暖和的床，幸福的生活。勇者感慨万千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成。妹妹看着后面的大野猪，你真是太谦虚了。勇者说他啥都不会，只会用剑。他嘴上说和平，但连和平是啥都不懂，更别说和平后怎么生活了。魔王在那边教新人，有人问中央国王的远征军，那是中央王国的军队，专门打魔族的。魔王说远征军只有2目的，一个是结束战争，一个是运送财经。但是上课的贵族觉得不可能，他们认为领主会管好，民众不会饿着。上课的姐姐觉得痛苦，说这些人从没饿过。魔王听了也愁眉不展，他想传播知识，却发现人类孩子也是有些目中无人。勇者陪魔王去村长家教书，因为他把贵族都拉拢了，那些被管理的人愿意试试他的种植法，估计明年就有收成。他还有个秘密武器呢。上完课3个月，土地真的长出新植物，村里人也开始信任魔王，见面都热情打招呼。勇者感叹要是能种地就好了，可他用力总是不稳。女部长在旁边打探，问他们有没有啥好消息，看样子他俩都没懂。勇者带魔王去了教会的城市，教会信仰光之精灵，从贵族到奴隶都信精灵的存在。勇者其实不怎么信，但战场上他总能感觉到精灵在引导，他们俩可能算是朋友。他说精灵那种不知道怎么拒绝的好人，勇者对教会还是挺有好感的，教会教人读写，甚至还帮着研究奇特的东西，就因为这个，教会的影响力都超过国王了。
魔王说，人类的学术和权力都是教会起的头，他挺看好教会的能力。他们俩走进教会里，却没注意到有人从窗户里偷看。勇者和魔王聊着天，一个修女突然闯进来，听勇者说自己是剑士，他愤怒地喊出勇者的名字。勇者这时才认出这修女是以前队伍的女骑士。勇者是不辞而别，想独自去干掉魔王。女骑士和其他伙伴都挺担心的，现在看到直接给了勇者一巴掌，然后问他现在身边的美女是怎么回事。魔王得解释，是他捡到了打架打得双方都受伤的勇者，对方是为了还人情才留下来当护卫的。勇者又问女骑士长为啥成了修道院的院长，女骑士说他把勇者去魔王城的事报告了。几个月后，使者来说勇者狠狠砍了魔王一刀，但生死不明。他们队伍里的人都拿到了奖金，不过女骑士说女魔法师跟着勇者的脚步，自己一个人去了魔界。勇者听了吓了一跳，他说这是自己的错，但女魔法师的本事应该没事。魔王和勇者来是想给修道院推销土豆，之前都让别人做了土豆料理，女骑士尝了尝，觉得味道挺好。魔王说这种植物营养价值高，种地里也不怕鸟来啄，哪怕环境再恶劣都能种，只是发芽就会有毒，得小心点。但如果保存得当，可以放1年那么长，甚至1年能收3茬呢。看他们种出来的东西，一轮下来能赚小麦3倍呢，这么一来就能救很多挨饿的人了。但他们出不起资金来帮忙。魔王也不是来借钱的，他是希望修道院能在他试验的村子建个小教会，教村民怎么提高产量，最好多建几个修道院，把这种种法推广给所有人。魔王说他不是为了名啊钱呀的，他想多种粮食，停止战乱。女骑士被打动了，答应帮忙，甚至打算亲自去试验的村子。这下勇者有点不知所措，魔王倒是没慌，还热情地迎接他，两人之间的紧张气氛一下子缓解了。魔王以为女骑士是勇者的旧爱，勇者澄清他俩没那回事，又问魔王最近怎么总闭门不出。魔王说土地种多了也会受损，得有外力定期补充营养，最好是用卧肥。勇者说自己可以去海边买些鱼来，魔王说那样太麻烦了，而且最大的供鱼城市的老板也是魔族中的一员，那个家伙挺难对付的，关键是那家伙有同盟，是南边自由市和自由商人弄的一个经济联盟，那儿的商人差不多包了中央大陆，经济总值数都数不过来，听说60%的粮食都在那儿，他们要是想，连国王都能换掉。勇者突然想起他以前在南部演过奖，魔王估摸着应该能有几百金币的酬劳，勇者苦着脸说只拿了15枚，还有一帮穿的花枝招展的大姐姐围过来夸他，甚至联邦的人都说他挺受欢迎的。自己想想觉得真有点没用。魔王叹了口气，怎么办呢？只好一点点教了。他关了2个月研究这个罗盘，这玩意儿到哪儿都能指路，同盟的商人特别喜欢，但他们打算试探魔王。听说魔王最近还在跟修道院合作，他们怕抢不到罗盘的独家利益，一帮人更是想谈判，想分一杯羹，毕竟直接动手不太好。年轻人想的太多了，魔王和勇者能赢谁呢？村子里的猎人还得给女仆姐妹送食物，觉得生在哪儿真不一样，他们都羡慕魔王身边的人。女仆姐姐有点小失落，魔王发现勇者晚上不睡觉，全副武装的，大概是担心女魔法师，打算去魔界找人了。魔王给了他一封信，信是去魔界的。离开前想起女部长说勇者看着就是个童真，让魔王得主动点。勇者腼腆地说战后再谈。魔王却说他来这半年了，还没占到什么便宜，现在前女友1号要来了，勇者还得带着行李去找前女友2号，他怎么会不嫉妒呢？面对魔王要吻，勇者就敢亲亲额头，然后就匆匆忙忙带着魔王给的道具走了。魔王说会等他回来。勇者走的时候，商人同盟谈判也快到了，女部长给魔王准备新衣服。女骑士听说勇者去找女魔法师了，气得当场把行李砸了，逮着那些不问世事的贵族公子狂训练。女部长有点担心魔王安全，只能祈祷勇者快点回来。魔王却说到时候可以跑路，没必要杀得靠勇者。另一边，商人还真打算谈判拿罗盘，不过他们也准备了最坏的打算。谈判还没开始，外面已经有魔族埋伏了。魔王特意打扮得光鲜亮丽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气场全开。罗盘只是个引诱人的玩意儿，他真正想卖的货是玉米，2种顶级食材都到手了吗？魔王没打算隐藏，直接跟他们俩说了，玉米在干旱的土地上长得好，也就是中央大陆那些荒芜的地带，种玉米是得投入点成本，但这生意能赚大了。只要他们能在荒地里开辟新村子，这些村落全归商人同盟控制，市场大得惊人。除了玉米、木头、盐、铁布，村里人肯定得买别的。魔王卖的其实是种植的知识，同盟商人不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，毕竟知识一旦卖出去，他们以后自己发展用不着魔王了。魔王说他不在乎那些，他想的是赶紧把战争停下来。
商人马上说，除非人类赢了，否则战争不会停，他们是战争的大金主。魔王说那只是别人怎么看，他偷偷地试了个信号，隐藏的杀手们马上接到了命令，但他们的动作全被魔族幽灵监视着，消息也传给了女部长。商人们口头上说要为人类打赢，实际上不过是借战争发财，说的再好听也不过是掩饰。魔王直接把真相拆穿了，他们的面子上挂不住了。魔王没遮掩，说自己不偏不倚，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，眼前有利可图，哪个商人不会心动呢？商人也不再伪装，摊开了牌。魔王给的好处太吸引人了，于是他们就签了合同。杀手们看到信号也就撤退了。商人特别佩服魔王，听魔王一说，他们签的是第2牛的契约。临走前还好奇地问魔王，那第1牛的契约是啥？魔王说是爱情。商人就问能不能向魔王求婚，魔王当场懵了，正要解释，商人又说自己太冲动，连聘礼都没准备够，很期待下次再见魔王。好家伙，勇者一出门差点家都没了。魔王不答应，商人也不想就此罢休。同时勇者队伍里的老头也听说了马铃薯的新闻，听说那边还搞了风车水利设备，他们国家穷又缺水。王子在想，战争要是结束了，那些修到会的建筑能不能也搞他们那儿去？可战争一停，资金就断了，他们国家可能就挂了。魔王那儿也忙着审文件，时间都过去半年了，勇者居然还没回来。虽然一直在写信说救了妖精族，还跟火龙大战了一场，火龙超喜欢他，还想把公主嫁给他。魔王听了怎能不着急？要是敢背叛，魔王第一个不放过勇者。魔王都急哭了，女部长赶紧来安慰。魔王不知道勇者其实每次回来信是在家里写的。女部长看出勇者在躲魔王，虽然不知道为啥，但还是尊重勇者的想法，心里还在想，这小子不会是被表白太多有点害怕了吧？勇者有转移魔法，真想走每周都能回家一次，就是他不回去，魔王才老是担心。勇者觉得魔王其实也不太离不开自己，虽然第一次见面老事归他管，本来以为魔王只是想利用自己的力量搞定魔族里的叛徒，但魔王从没真的用过他，反倒对他特别珍重，不愿意他轻易去打架。明明合约是互惠的，一想到万一自己有个3长2短，魔王会哭的样子，他就心里难受。女部长说，既然你已经和魔王有了契约，属于他了，那你的所有情感想法也应该是魔王的，勇者得记住这点。女仆妹子说，镇上晚会快开始了，到时候镇上的人都能一起跳舞，她挺希望勇者回来陪魔王去舞会。这边南部前线正和魔族打得火热，王子忍不住骂远征军，他们贪图私利，甚至想在海上跟魔族的岛屿开战。问题是这200船7000人怎么可能打得过海战？一旦沉了船，就是7000多条命啊！那帮人为了讨好上头，拿别人的命来当柴烧。村里的贵族都等着战争开始，兴奋得不得了。女骑士让他们冷静，好好想想这么做对不对。他们肩上不止1条命，战场上只有牺牲和赢家，他不准自己的学生白白送命。女仆姐姐也想学打架，她觉得女骑士很了不起，甚至在村里建了个大玻璃房子，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。女仆姐姐最近学了不少东西，大家都对她不错，但她还是搞不懂自己这么做算得上是合格还有尊严的人吗？教会那帮人似乎要夺回极光岛，毕竟那地方砸了不少钱，要是不打仗就会丢人，这一仗可能还会左右教皇的选举呢。商人联盟那边造了好多罗盘，战争要是赢了夺回极光岛，他们就能掌握西海航线了。魔王还在他们那儿订了好多飞鱼，说是能养地。这些商人简直是靠战争发财的。魔族被人类打败的土地上，那些士兵对端庄的魔族少女为所欲为，还好勇者及时出手阻止了，难怪你桃花运这么旺。极光岛的战士换了个将军来打，打就打吧，这货上战场前还得贬低之前的指挥官。王子气得不行，还好国王摁住了他。王子觉得这种指挥战斗肯定输。勇者从魔族少女那儿打听到了消息，原来那帮欺负他的人是远征军的，城外有4个军队会轮换驻扎，每个军队回来都会干些过分的事。留在城里的军队出身都高贵，都是国王亲戚或者孩子。那些贵族觉得安全的地方欺负魔族，就因为魔族输了就得被人踩。勇者不敢相信，这就是他拼命的结果。如果人类赢了，魔界是不是都变成这样了？还是魔界赢了，事儿就会反过来？魔族少女说，东边要塞的人没那么粗暴，很多魔族都往东边逃。勇者一直在搜集消息，同时想着魔王会怎么处理。这孩子终于开始动脑筋了。魔族少女领着他往东边走，因为勇者为啥作为人类却忠于魔王。勇者说自己是魔王的人，少女以为他被魔王打败了。这时候有个受伤的魔族边骂人类边走过来，少女担心勇者心情会不好。勇者跟少女说，他以前说输了就会被欺负，
但他虽然效忠魔王，但并不是被魔王战胜的，所以赢了也不能拿这个当欺负人的理由。他和魔王其实是一样的，都在找最好的解决办法。与此同时，南方的国家也被卷入战争，200多艘船在海上航行，被围绕小岛的巨乌贼攻击了。乌贼还在那儿感谢上天的赏赐，然后把2个指挥官都拉下水了。这乌贼肯定研究过兵法，明白抓王的道理。王子的老爸在海上战死，那些一心想打仗的国家还不依不饶，还觉得这都是王子父亲的错，还说要买新船继续打。王子说他父亲是为了信仰而死的，但眼前这个烂指挥才是害死6000名士兵的罪魁祸首，就是因为他敢打敢拼但没头脑。他们也清楚上人同盟和另一个修道会赚了不少。王子说他要接替父亲再来一次战争，他认为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他的错，要是当初没把勇者推到前线，情况也许就不会这样了。他要继承勇者和父亲的意志，为国家带来希望。他离开后就召集了女骑士，女骑士临走前跟魔王道别。魔王说这场战争太有责任，因为罗盘和食物都是他提供的。女骑士是除了女仆长外他少有的朋友，他不想骗女骑士，直接告诉他自己就是魔王。没想到女骑士不但不生气，还用修女的身份代表光之精灵接受了他的忏悔。魔王都没想到女骑士会这么快原谅他。魔王不知道的是，勇者离开后，其实他私底下见过女骑士，还主动坦白了，告诉他魔王的真面目，还跪下了求女骑士听他说完，并且是说魔王并不是坏蛋。女骑士觉得魔王虽然和勇者有契约，但他还有其他的承诺，他不会背叛勇者的，所以勇者信任的人他也信任，还想正大光明的和魔王做朋友。他不希望有人受伤，也不会放弃勇者。女仆姐妹们在过年前给魔王送了礼物，是勇者的小玩偶和香水，也没忘了给女部长送礼。这让魔王和女部长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最近实在太忙了，都忘记准备回礼了。但他们感觉能被接纳就已经很高兴了。晚上魔王没去参加那个热闹的宴会，他觉得那种场合不太适合自己，就一个人待在家里。已经有1年没见到勇者了，只能拿出勇者的报纸来陪陪自己，也在想勇者现在过得怎么样了，还想再听听勇者夸奖他的声音。没想到这时候勇者的声音真的响起，还夸他做得好。魔王感动之余，一把抓起抱枕把勇者摔倒在地，追问他这1年到底去哪儿了，怎么除了写封信就没来看他。勇者忙不迭地解释，他最近忙着管理开门都市，思考怎么把物资运到要塞，找方法减弱激进派的力量。魔王还是生气，直接问你用力量猛攻不就行了吗？勇者说那边有很多人都在努力活着，他不忍心把一切都毁了，毕竟那边还有妖精公主他们，他不能就为了否定他人的努力。魔王越发生气，觉得勇者是不是因为太受欢迎了，所以得意忘形。勇者也有点酸，难道不是有贵族国商人也向你求婚了吗？魔王意外勇者居然知道那件事，他坚持自己没做亏心事。勇者一脸楚楚可怜，他们俩小声嘟囔吵了好一阵，感觉就像没分开过一样熟络。这之后外头传来过年的庆祝音乐，勇者问魔王能不能点亮节日的灯，魔王有点害羞地说自己没化妆。勇者说没事，一下闪现过去追上，牢牢抓住魔王的肩膀，认真又稍带害羞地说，不管什么时候魔王都是美丽又出色的，所以不化妆也完全没关系。他邀请魔王和他跳支舞，魔王把手伸出去接住了，两人瞬移转移到客厅。这对小情侣秀到旁人都要麻了，他们都没来得及准备对方的礼物。魔王本来打算吻勇者，正巧外面的音乐停了，两人就保持了适当的礼仪。勇者换上一身黑色铠甲准备离开了，要在下个月去开门都市工作。他们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。魔王的房间里收藏了一批火药做的烟花，这玩意儿在战场上挺管用。女仆姐姐看了很是心疼，她不懂战争是什么，不明白为什么战斗就是停不下来。战争其实就是因为利益冲突。极光岛外围还住着一帮士兵，准备偷袭呢。可女仆姐姐觉得两个人相遇不仅仅带来冲突，也可以成为朋友一起玩。但争吵和冲突也是相遇的一部分，战争就是冲突的一种。两个孩子争着给村里漂亮姑娘送花，也是种冲突，只是战争不怎么受人待见。魔王接下来要去北极岛帮忙了。勇者现在在魔族领地的开门都市真是个好家伙，魔王帮人类对付魔族，勇者就得帮魔族对付人类。勇者变成了亡灵骑士，带着之前救的妖精们玩起幻术来吓唬人，还拍了梦，专门给远征军做噩梦，让他们心惊胆战。女骑士和老爷子现在都是战局中的权宜将军，在开门都市这边，贵族们被噩梦吓得魂飞魄散，一个个着急要调回国内，用金子和美酒还有那些魔族女奴隶都留不住他们。贵族们气得半死，只说自己不想待在这儿。
在这满是魔族气息的糟糕都市，魔王一进指挥部的帐篷，老爷子立马瞪大了眼，女骑士一身冷汗，难道魔王的真身暴露了吗？没想到老头子是个老派绅士，羞羞答答的说想量量胸围，被女骑士一锤子敲昏在地。王子知道魔王是帮他们种粮食的大学士，魔王对王子好奇，为什么偏要在这时候抢回北极岛？王子说，一来是为了父王夺回荣耀，二来要是拿回岛屿，他们能掌握重要的海上航道，有了这些航道后，贸易和经济就能蓬勃发展，以后就不必再听中央发号施令打仗。魔王说他会给王子一个礼物，还带来了特别珍贵的盐，足足有6车。这些盐正是他们开战所需，用来融化冰层再拼凑，岛就更坚固了。他们可以直接走到冰面去岛上，这些盐换来的是宝贵的一天，让他们那天什么活都不用干。魔王说他追求的不仅是胜利，而是胜利之外的东西。岛上的魔族得知人类居然上岛了，又派出了乌贼，海水都快被血染红了。得到了地基之称，一整个下午的激战后，乌贼也终于被剿灭，整片冰面和天空都染成了血的颜色。他们打破了魔族第2道防线，损失了大约500人，但岛上还有很多天然洞穴，堡垒藏在最深的地方，城堡里还有魔族的头号猛将，魔族那边的人数大概有8000左右。想要拿下这种堡垒，这边至少得有3倍的兵力。如果是过去的话，就得用牺牲换胜利了。但他们知道魔王有自己的打算。一直在旁边观察的士兵突然跑出来，报告说极光岛后面的传送阵突然冒出来将近1万的士兵。没错，他们正是从开门都市来的，那些被勇者吓跑的贵族远征军，这正是魔王的策略。那帮远征军因为勇者的亡灵骑士身份而胆战心惊，撤退的时候还说得好听，说是极光岛支援。至于那些在开门都市倒卖军需用品的商贩们，觉得他们和魔族是一伙的，他才不想去保护他们，结果被自己手下的副官拦下。这家伙一气之下就把指挥官的位置丢给他，1万多的远征军都跑了，新上任的指挥官和副官束手无策，他们根本没法保护这些人类，只好向当地的魔族低头，建立起一个新的政府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不再是人类的地方，而是人类和魔族共存的城市。王子原本以为这次前后夹击是个绝佳的突袭时机，如果那真是远征军的话，他们的装备应该是目前人类中最好的。没想到这时候勇者突然出现，女骑士马上高兴地扑上去，勇者赶紧甩开他，不好意思地对魔王挠挠头。勇者那边的计划是让远征军和魔族互相牵制，魔王想要的是让魔族看清楚现状，最理想的是选择撤退，但是那位猛将却突然冲了过来。勇者本打算介入，但女骑士说这是他的任务，勇者和魔王就没加入战斗。这位猛将是个巨大的海豹，两人的实力真的很强，尤其是女骑士有跟勇者并肩作战的经验。在最开始的试探交手之后，女骑士一剑就结束了海豹将军的生命，大家一下就欢呼起来。女骑士说现在高兴还早着呢，得搜一搜岛上，看看有没有魔族的参与势力。这位海豹将军算是魔族里的激进分子，但看着自己人倒下还是会难过。勇者伸出手拍拍他的肩膀，王子终于夺回极光岛，洗刷了人类和父王15年的耻辱。晚上庆功宴的时候，还特地赏了魔王和女骑士爵位。老爷子特地找到勇者，说勇者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他要是能单枪匹马地解决问题，普通人可能接受不了他的强大让人害怕。老爷子知道勇者离开是不想让人对他有那样的态度，但在老爷子眼里，勇者也是个人，他们为勇者孤单一人感到抱歉。老爷子分别后很努力，一直在王子身边辅助，希望那些责任不全落在勇者身上，他也希望勇者找到属于自己的地方。秋天已经来了，女仆姐姐特别喜欢这个季节，勇者和魔王终于能独处了，但女骑士总找理由过来打扰。王子登基后招了难民，释放农奴，让他们成为志愿军，还把国内腐败全部铲除，让整个国家的经济往好的方向发展。魔王之前的几个徒弟也被派到了王子那里帮忙，不过女仆姐姐心里还是有些纠结。另一边，女骑士在和勇者练剑，两人累得满头大汗，就跑到井边去冲洗。女骑士本来就喜欢勇者，也没跟他客气，直接脱掉上衣开始搓澡，害得勇者反倒是不好意思了。两人就坐在欣赏庭院的景色，女骑士忍不住感叹，如果能永远这样就好了。勇者知道魔界那边有些动静，但女骑士竟问起关于恋爱的事。勇者说现在战事还没缓过气儿来呢，有强大的战力确实能结束战争，但不管谁赢了，战争一旦结束，真正的和平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有的。不过魔王他不分人类魔族都想救，所以勇者对魔王特别佩服。女骑士觉得自己输了，勇者觉得女骑士近来改善民生做得挺好。女骑士说她就是顺着形势办事，
勇者对过程和动机不太在意，只看结果好就行。他们俩做的事情在勇者看来都挺牛的。女仆妹妹从魔王那儿一听说碳酸泉能做成橘子味的碳酸饮料，魔王想这孩子将来可能是不错的厨子，女仆妹妹听了都乐坏了。最近开门都市那边要搞个交流会，勇者得代替魔王去交流，魔王就怕他被龙王抓去当女婿。开门都市的司令以前在都市里的口碑还不错，是东边寨子的掌权者，所以即便远征军撤了，开门都市里还有不少魔族挺尊敬他们。那逃跑的贵族司令被严惩，那人狡辩说自己一直在战斗，还说自己是去极光岛支援的，结果被周围的贵族笑话，什么支援军9000人，8000都被带走了。实际上这人就是被当替罪羊了。勇者和开门都市的司令成了哥们儿，两人一起喝酒吃肉的时候，龙王的女儿和魔族少女找上门，非说要做勇者的妻子不可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震动，连在实验村中的魔王都感觉到了。女部长的表情很是难过。魔王说他已经出来2年，能撑到现在已经很知足了，让女部长整理一下，把他的床搬回魔宫。他说他很快就会回来，让大家别担心。没多久，魔王就带着女仆姐姐让勇者瞬间送他们到铁之王国。魔王说女仆姐姐真聪明，比那些贵族商人还精明，所以他最近在教女仆姐姐学习更多的东西。魔王说教育特别关键，只有知识能让人看清这个世界的真面目，一个人能掌握多少知识全靠自己，千万别给自己设限。魔王准备把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，这全靠他在铁之国造的活字印刷机。魔王，你确定你不是穿越来的吗？听说那玩意儿一天能印成千上万张。勇者佩服的不行，累得直接睡着了。然后女骑士半夜端着茶偷袭勇者，结果在门外撞见了抱枕头蹲着的魔王，他们俩还在那小声嘀咕。女骑士拿出一块手帕，说是龙公主给勇者的情书。勇者不知道咋办，就供奉给精灵了，结果被路过的女骑士给看见。女骑士说她都看见别人向勇者表白了。魔王说这不行，他也没几天了。女骑士正要问，又被魔王岔开了话题。这时女部长一脚把他们俩踹进房间。魔王提，要不咱俩挤一挤，我和勇者睡床上，你睡地板，实在不行白天勇者的床就给你，晚上我和勇者一起睡。女骑士，我有战斗力好吗？我可不是傻子。最后他们决定一人睡床的一边，勇者被他们俩左右夹攻，跟狗似的。两个女人还开心的准备，打算趁勇者不在背后聊他们的八卦。这时魔王跟女骑士说他下周回魔王宫了。勇者突然瞪大眼睛看他。魔王说他要回去更新身份证明，最快也得几个月，他得去参拜历代魔王的墓，如果不好好管魔族，就会有激进分子随便挑起战争，毕竟魔界里大部分人都支持打仗。女骑士觉得这事太冒险了。魔王解释说除了他自己没人能进魔王墓，但女部长会在外面等他，所以他想趁现在多和勇者待会儿。他留下了好多资料，女仆姐妹们知道该怎么办。他还拜托女骑士好好照看勇者。第二天，勇者说想和魔王一起去魔界。魔王提到经历开门都市的时候，发现勇者变聪明了。最近其他国家也不太平，勇者得留在这儿，就像他的影子。他把一个戒指交给了女仆姐姐，因为自己不在，别人可能不太信任女仆姐姐做交易，这戒指能让他冒充魔王。勇者把魔王和女仆长送回魔界，他们约好不久后再见。记得那个曾经嘲讽过王子的女魔法师吗？那个国王用替身救出了差点被处决的贵族司令，那家伙眼睛被老鼠吃了。他们俩都极其恨魔族国王子，打算彻底报复。商人又来实验村落拜访了，这回他见到的是冒充魔王的女仆姐姐。见面后，商人提到贸易线上的问题，女仆姐姐马上就明白了，自己的伪装露馅了。没想到勇者这时候站出来，他没让女仆姐姐难堪，反倒是摘下了戒指，让她去休息了。商人也理解魔王的良苦用心，勇者和商人好久没见，但商人还记得勇者只让他花了15金币，却赚了一大笔，两人都觉得彼此变了不少。以前商人不讲感情的，看重的只是利益。商人说他真的遇到值得改变的人了，差点就直说他对魔王有意思了。勇者就根本就没理他，突然提起商人走之前说的话，说只要他活着回来，就要办一个欧派遍地的派对。商人问勇者打算什么时候去，他得提前准备一下。谁知道勇者一下子就带着商人传送了3次，商人都懵了，然后就来到了现在中立的开门都市。勇者跟商人说这儿的魔王是魔族的，外面的人都说这里的人类被干掉了。勇者领着商人直接传送到酒馆里，这里也没有人族和魔族的互相压迫，这个都市居然成了和平地带。勇者说魔王也认可这里的自治，这里的管理者有1/3是人类，不过他自己代表的是魔族，准确来说是魔王的代表。商人不懂为啥勇者要把这些告诉他。勇者说他不想再变成孤单一人的勇者了。
这时候龙族公主也追过来了，他们已经收到勇者的通知了，说绝对要给来宾一个完美的宴会体验。而这时候魔王却遇到了3位一体的女魔法师，勇者他们在宴会上玩得很嗨，于是他就顺便问商人感觉开门都市怎么样。商人说这里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，勇者说可以把权限卖给商人。商人一开口就问勇者想要什么，大家都觉得商人总是先计算厉害，所以才那么无情。但勇者知道商人遇到魔王后，立马就意识到了世上有些东西是金钱衡量不了的。他也想看看商人的眼里哪些东西是无价的，这就是他要把权限卖的理由。女部长等到了从外面的图书馆跟女魔法师回来的魔王，魔王打算去历代魔王封印的地方。2年时间了，那些前魔王的灵魂让封印不稳了，魔王进去应该能稳定封印，但这是有代价的，下次出来他可能就不再清醒了。在进门前，他对女部长说，如果出来的人不是我了，那你们就得全力以赴地讨伐我。另一边事情是，女骑士把自己的忠诚和剑都给了勇者。他说魔王确实是个了不起的角色，也明白勇者其实是魔王的人，他并没有奢望去争什么。但说实在的，他以前从没对任何人如此忠心耿耿，所以他觉得自己也是个半路出家的骑士。但他选择了勇者，他想成为勇者身边的骑士。如果勇者和魔王要走向未来，他希望自己也能占有一席之地，不想和上次一样被勇者默默地留下。所以当勇者拔剑的那一刻，他就向勇者承诺了永恒的忠诚，并且说自己的身心都随勇者。勇者欲言又止，话说你们这有没有7天退款的政策呀？女骑士笑得美极了。其他猎人正在给女仆姊妹送礼，他们都觉得魔王和女仆长对他们很不错，但女仆姐总觉得哪儿怪怪的。而在另一边，王子突然接到了教会的通知，教会告诉他必须逮捕一个人。与此同时，商人也收集到了一些独家情报，连修女们也打算叫女骑士回去了。那天晚上，女仆姐妹做了烤鸡，得到了勇者和女骑士的赞赏，她开心极了，这下不用再去当农奴了。姐姐摸了摸妹妹的头，勇者的好奇地问女仆姐想干嘛。女仆姐还没来得及回答，王子他们就在深夜拜访了，说教会认为魔王是恶魂，还说马铃薯是魔鬼的食物，他种植那些和传播知识的行为威胁到了教会，一旦打破了教会的影响力，就会被视为异端。他们甚至还拿光之精灵说事。女骑士怒不可遏，但魔王现在不在，王子和老头子提前来是想向魔王请教的。魔王留下的戒指其实挺有用的，他们本可以找个替死鬼，但勇者直接拒绝了这个提议。他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能替代的。不过勇者还是请女仆姐姐装作被抓，然后趁机离开王子的国家。勇者打算在边境把他救出来，这么一来和教会作对的就只剩勇者一个了。老爷子很是难过，他不得不让勇者自己去面对这一切。这时候女骑士站出来了，说自己要跟着一起去，但勇者告诉女骑士他有自己必须守护的地方。王子也觉得很难过，自责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。妹妹听说要搬家也有点难过。女骑士了解勇者的能力，知道他足以消灭整个远征军。勇者说魔王并不喜欢这种残暴的做法，所以他只是去就回。教会原本打算用之前的指挥官当傀儡，没想到那人战败了，扛下了责任，也失去了话语权。教会的权力一下子下降了好多，恰好又出现了像王子这样的英雄，夺回土地，赢得了人民的心。在魔王的帮助下，国家的粮食产量也增加了，这就引起了教会的针对。商人一琢磨，准备组建一个新的联盟，委托人去收集情报。冰之国的吟游诗人就拖延时间，正好他也是魔王的徒弟，他立刻就答应了。其他平民也都觉得魔王不可能是异端。女仆姐姐说，魔王其实挺受大家爱戴的，他们在村子里走动的时候，村民们总是打招呼送东西，餐桌上也从来不缺吃的，大家都会请他们好好照顾魔王。他说魔王一直都在照顾他们姐妹，自己却帮不上什么忙。他本来就是个普通的农奴，但因为侍奉了魔王，村民们就把他看得跟魔王一样厉害。这个村子的人真的很不错，可现在他只能和村民告别了。女骑士作为修女是没法跟去的，不管这会说啥，心里再怎么不爽，他跟女仆姐姐说别担心，勇者肯定会找到办法救他的。但女仆姐姐看那戒指似乎心事重重，等大家都走以后，她就哭了，觉得自己啥也做不了，完全帮不上忙。这时候下面的人群开始嘀咕起来，一大群军队和教会的人走了过来，他们看到那些叫魔王异端的人，民众的眼神里全是愤怒。假扮魔王的人被带上台了，他们确认魔王不是替身。教会的人不仅抓了魔王，还当众说魔王是恶魔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教会的人把女仆姐姐给抽了。下面的人看得气得不行，但教会势力太大，他们不敢公开反对教会。
王子原本想上前阻止，结果被老爷子拦住了，现在只能忍着。教会明摆的就是找魔王出气，还警告王子。老头子也气坏了，他发誓要把这一切动手的人好好教训一番。但大家都没想到，女仆姐姐突然站起来了。她对大家说，自己其实是个农奴家的孩子，哥哥因为工作失去了手，父母都去世了，姐姐还被当地的领主欺负，弟弟病重，结果被领主活活烧死，只剩一个得了天花的妹妹。她束手无策，只能带着妹妹逃跑。原本以为命运还是那么苦，没想到竟然有了转机。他这么说是为了告诉大家，汉下面的人们站起来别再当奴隶了，不管我们是啥身份啥地位，我们都是人，就算我不在了，你们也别放弃思考，要继续活下去。教会的人听不进去，直接上手打女仆姐姐。女仆姐姐跟大家说，大家都是信光之精灵的，光之精灵给了咱们灵魂，还给了咱们选择的自由，这自由是用来让咱们变得更好。光之精灵没让人一出生就完美，但咱们可以一点一点用这自由去实现梦想，所以千万不能放弃做人的尊严。不管是王子还是教会，自由都是不能碰的宝贝。教会的人把女仆姐姐打倒在地，还让下面的人去扔石头羞辱她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女仆姐姐站起来对大家说，如果你们是被逼得不得不扔石头，那就扔吧，反正要流血就让我先来，选择的自由是你们的。他希望大家扔石头的时候不要只是听话，要只是听话那就辜负了精灵给的礼物了。他不想再被别人摆布，因为他是人。女仆姐姐这么一说就晕过去了。这时候人群疯了一样扔石头砸向教会的人，教会的人气炸了，骂下面的人不懂事，说他们背叛了教会，还让说他赶紧砍了女仆姐姐的头。但女仆姐姐说那番话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牺牲了，没想到王子挺身而出，这波直接开始整顿教会了。王子被魔王的话触动，明白自己要做的是反抗，不是服从，毕竟他是这个国家的王。女骑士作为教会的修女也站出来了，表示她对教会使者的行为感到羞耻，还带着光之精灵的旗号压制了对方。王子也对民众宣布了他会给魔王提供庇护。女骑士的湖畔修道会也认定魔王是圣人，人群一下子欢呼起来，大家都站在魔王这边了，让教会的使者滚蛋。两边已经撕破脸了，教会使者说以后不会放过他们。女仆姐姐装的魔王演讲居然被一个魔族看到了，勇者他们也说女仆姐姐太牛了，就凭几句话就把教会的军队吓跑了。魔王从来没说过的秘密，原来历代魔王都想停止战争，勇者每一代都选择跟他们站一边，但是改革几乎都没成功。想要改变世界的是魔王，毁灭世界的也是魔王。即便如此，魔王还是期待和平能来临。女仆姐姐的演讲激励了人心，大家都开始反抗了，甚至有人说要王子的国家脱离中央和教会独立。他们正在商量后面该怎么办。有人说要解放农奴，要跟老百姓站在一起，因为现在有了好多马铃薯，能养活的人也更多了。但这么一来就是跟中央正面冲突，最后可能会闹成战争。他们的国家现在还挺弱的，那些家伙现在也不敢来打，因为他们是保护中央的盾牌，一旦盾牌没了，魔族就会攻过来。勇者就是不懂教会到底想做啥。女骑士说，教会嘴上一直说要团结对抗魔族，他们真正的目的是想独吞所有财富、知识和权力，这样做就得吞噬别人，然后就形成了贵族阶层，所以这世界才没法变得富裕。女仆姐姐说，魔王曾经说过，钱存着是不会变多的，只有花出去买东西，让钱和商品都流通，才能创造出财富。而教会为了独占钱财，让大家都穷了。看到大家这么烦恼，女仆妹妹给大家送来了甜点。这时候勇者突然灵光一闪，想到一个点子。女骑士的湖边修道会和教会是信同一个光之精灵，但两边还是有点不一样。湖边修道会算是官方国教，商人接到勇者的消息，他乐得直接大笑。这勇者跟魔王做事风格太像了。商人这时候发现信是用白纸写的，而且上面的字迹还不是写的。他想到魔王之前设的局，听说有3000多张这样的纸被传出去了。商人知道改革要开始了，他让副官悄咪咪地想办法买进白银、黄金这些硬通货，但比起这些，更关键的是粮食，能买多少就买多少，别给外面留一点点。他的目标不是囤货，而是要把金币卖掉，真是一招绝了，直接做空。因为解放了农奴，好多人涌向王子的国家，同盟的冰之国打算叫新来的人识字，还要唱诗，最好揭露教会的不堪。但女仆姐姐觉得这么做不太好，毕竟很多人还信仰着教会的光之精灵，一开始就让他们参与进来不是好主意。他们可以一开始就宣传自己的好，
虽然蛮荒之地不好开发，但这里没有农奴制，谁努力都有希望，税也低，这是光之精灵给的好机会。这样唱出去，别的地方的人也会来。同时，商人甚至预定了地里还没熟的麦子，他会先支付报酬，但对方交货时得交够足够的小麦，这样不管小麦怎么涨，他们也能以低价拿到小麦。中央那边跟边境关系已经破了，早晚可能打起来，到时候他们控制小麦产量，中央的贵族得考虑下年小麦价格了，到时候他们没足够存粮，也买不到小麦，小麦的价格那时候会飙升到吓人的地步。他们打算不把价格定得太高，但是一旦让对方感到不安，商人就可以大赚一笔，毕竟玉米市场上他也有份。考虑到安全，商人想直接换个同盟的根据地，就跑到湖边修道会那个湖之国去。他们在中央已经几乎控制了所有的粮食供应，另一头的开门都市也挺烦恼。龙王说极光道没了，他们就缺盐了。龙公主去找司令商量对策。魔族里面有个苍魔血脉，这个血脉是魔族里出现魔王最多的，也是最想征服人界的一个族群。听说这些魔族已经跑到开门都市和人类打交道了。中央的人此时也发现了小麦价格越来越离谱，商户们甚至卖了次品小麦之后又毫不犹豫地上调价格。这边的商人已经囤积了大量小麦，如果继续下去，中央肯定不会同意继续出口粮食了。所以商人们让手下先停2周的收购行动，然后去和其他领主谈谈转移小麦的事。只要价格给的合适，通常没人会阻止。如果真有人阻拦，那就让杀手组织出马，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出问题的人。就在这时候，魔王的徒弟2号收到了引诱诗人传来的消息，中央王国的小麦价格飙得厉害，连带核桃豆子这些也跟着涨价，商人们都怕破产，连店都不敢开了，连贵族们都开始四处筹钱。这消息一传来，徒弟2号感觉有人在故意挑起战争，一旦中央和地方的钱不够用了，他们肯定会去还没涨价的南边3国大量采购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国家的经济就会彻底崩溃，一步错就可能会酿成大错。因此，徒弟2号提出了征税的主意，南部3国出口的所有商品都得上调税费，运马车一次得多掏10个金币，不这么收，中央的人就会把粮食全买光，到冬天可能就得挨饿了。果不其然，教会开始准备打仗了，他给各路领主发送了征兵的命令。有个光头领主梦想当上伯爵，他手头有钱，愿意多花钱雇佣兵。商人把整个局面都安排妥当了，就等着看魔王的国家怎么应对。但他没想到龙公主会来找他，这事儿他没跟勇者说，而是让一位好心的女魔法师传信过来的。龙公主来找商人是想买盐，没说要多少，但暗示着盐在魔族那边可是很珍贵的。这时商人想起了勇者说过的话，他意识到2族之间交流实在太少，他们完全可以不通过战争就能互利共赢。女部长第一次听说王要成为魔王很吃惊，毕竟这意味着他要进入魔宫，很可能会被历代魔王夺走身体和意识。魔王说不是夺走，是污染，夺走的话还能想办法救，污染了那就真没救了。不过不管是哪种，都是魔王自己的选择，他愿意承担所有后果。他进魔宫可能会失去魔族的战斗力，女部长担心他会不会统治不了魔族。魔王说统治不一定要靠暴力，他也想去见他生命中注定那个人。没错，他一直在等着见勇者。女部长挺担心的，因为历史上勇者都是来暗杀魔王的。魔王说就算是这样，他还是想见见勇者，想出去看看除了图书馆之外的世界。王子收到了中央发来的宣战书，都怪他们的关税，中央买不到粮食，所以就宣战了。战争最晚10天后就要开始，冬季日开战。勇者觉得这发展太快了，这不是魔王想看到的。勇者不想看到任何人受伤，但如果天降大雪，敌人可能就不敢轻举妄动了。王子算了算，最快2周，最慢1个月就会下雪。龙公主一直待在商人这儿，看他怎么在战场上所有盟友捞一笔。教会的队伍已经开始集结了，而女仆姐姐也在按魔王的计划忙着准备书籍。外头的人都以为魔王还活着，以前那些打败的指挥官和门卫都是之前逃跑的司令官。2人都恨透了魔王和王子，他们打算趁开战时绕道偷袭王子所在的联盟国。现在王子他们正在讨论对策，中央的远征军至少有1万人，他们这边勉强能凑齐4500人，虽说不知道能拖多久，但他们会尽量避免伤亡。没想到这时候远方又来了魔族，女骑士很担心魔王会出什么乱子。勇者说他能去解决魔族的问题，但他尽量不想和魔族起冲突。王子没有拒绝勇者的提议。徒弟2号去见了商人和龙公主，商人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提高关税的幕后，他也挺佩服这个家伙的。双方开始谈判，
商人提出可以给盟友免除关税，当然这免除是指仅限过境运货的车辆，不包括在王子国家购买的商品。第二点，他们想租一部分极光岛领土建个庄园，至于干什么他就敷衍过去了，还说要在王子的国家开家银行。最后说他们想收购所有的马铃薯，不管马铃薯是被视作异端种子。徒弟2号知道中央在重铸金币，但谁都清楚那只是个幌子。另一方面，勇者也不知道该怎么结束这场战争，毕竟他又不是什么万能的王，但他还是希望身边的朋友们都能迎来和平。勇者赶到现场，下面已经聚集了大批带粮草的军队，想把魔族赶走，得先毁了那些粮食车。这时候女魔法师突然出现在他后面，说他会帮勇者搞定这件事。而女部长也发现魔王也出现了，整个地下室变成血红色一片。魔王说他要回去，不过他要去的是战场，不是实验村。女部长二话不说就向魔王发起了攻击，结果被魔王一吼声震飞了。女部长心中的魔王绝不是现在这个只知道战斗的家伙，是魔王让他重获新生，从一个小虫子变成现在的人类。在他们对战的时候，女部长手臂被砍断了，女魔法师给勇者建立一个回路，然后告诉他魔王在等他，他决定留下来帮忙对付魔族，还提醒勇者用最强的魔力就能摧毁那扇门，但这么一来以后就再去不了魔族那边了。女魔法师说魔王需要勇者。这时徒弟2号听说了商人打算重构经济体系，还想用小麦做投资。徒弟2号马上明白了，这帮人想搞个新货币出来，然后通过他们的国家开展和魔族的边界贸易。他知道商人和国家的出发点不同，他们这边是利益第一，追求幸福的方式也不一样，只要交易能哪怕带来一点点幸福，他们就满意了。这时候龙公主也露出了自己的龙角，并说她来自目前唯一中立的开门都市的负责人。而女巫法师用了个大型传送术，把旅途中的队伍直接送了回去。勇者马上就把传送阵给毁了，这玩意儿差点把旁边的人都炸飞了。而在边境线的军队看到前司令领着一大群兵马冲过来，他们藏在壕沟里射箭，表面上是阻挡，实际上是引诱，把士兵们引到了事先设好的埋伏点。勇者借着爆炸的掩护冲进了地下，以前都是传送过去的，现在才知道地底的路，原来魔界是在地下呀。女魔法师急忙告诉勇者说魔王快控制不住自己了，让他快点过去看看。女部长柔声诱惑魔王回想起勇者的事，趁他还没反应就把他摁在地上，赶紧冲出门来拖延魔王。勇者直奔魔宫，看到魔力元素在那里激增，他都没想过魔王竟然这么强。女骑士那边也有动作，他们计划那些即将战火的王国散播谣言，说战争快开始了，要大量囤积干草。监修是武志敏光，还有西森加代子监修，说马吃了就拉肚子，动画手。他们觉得拉肚子总好过死在战场上。他们这边计划很稳妥，那个独眼司令被追到城里了。魔王的徒弟3号命令加强巡逻，而勇者终于加速到了魔宫里，看到了站在那里的魔王。幸亏女部长及时提醒他，眼前这个魔王不是他熟悉的那个。他说现在的魔王灵魂已经被侵蚀了。女魔法师遇到了王子，说勇者已经去魔界了，还说魔王让他转告的是，只是魔王没想到战争会爆发，不过他还是把话传达了。魔王之前留了个计划，打算根除天花。对现代人来说，那病一年能害死300万人，如果谁家得病就得把房子烧了。女魔法师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但魔王给了他一张纸，说如果治好了天花就不会再发作，等国王签字后再公布，他们国家愿意出疫苗，每人只要1枚银币。王子听了都震惊了，有了这招说不定战争就能停了呢。最后他还请女魔法师告诉王子说他们其实是魔族的，大伙都懂了。魔王其实是想告诉外面的世界，魔族帮人类消灭了饥饿和疾病，是真心希望魔族和人类能和睦相处。徒弟2号说，魔族虽然长得五花八门，但跟他们的国家一样，也有自己的边疆。龙公主甚至提出愿意成为人质，只是希望徒弟2号能考虑合作一下，所以徒弟2号也就请求考虑一下那个逃亡的独眼司令，一路上追杀不停，找到了印书的女仆姐妹，还把他们当起了真正的魔王。勇者正在嘟囔魔王说他回来不过是更新身份证，结果不知不觉就自己献祭了。因为他的缘故，女仆姐姐变成了圣人，但是那个被污染的魔王战斗力太强了，他一把抓住了勇者，想让勇者成为他的手下。勇者立马就拒绝了，他是属于魔王的，但不属于那个被污染的魔王。他用瞬移抱住了魔王，还说这身体是属于他的，他让魔王快点清醒，毕竟他们是属于对方的。魔王拼命挣扎，最后把那污染压回去了。魔和勇者一起治好了小瑞的手，顺道把最近的情况告诉了魔王。另一边战场上的人发现粮食不够了，那些贵族以为金币比粮食好带，
但忘了没粮食，冬天会挨饿，所以他们就盯上了还有食物的王子的国家。没直接开战是因为司令部里吵开了，还没打赢呢，就开始琢磨怎么分地盘，还叫教会的大主教来劝架。士兵们觉得这太二了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光之精灵的指点吗？这时女骑士接到了消息，开战的具体日子还没敲定，敌人的雇佣兵居然擅自组装的出手了。女骑士担心敌人会借此为由直接出动2万大军来攻，为了能拖延时间，她就得使劲拖。负责印刷的女仆姐妹们差点就被那个独眼司令给砍了，幸好徒弟3号及时赶到，他跟司令打了一架，自己挨了不少打，浑身是伤，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徒弟3号带了铁臂这招，等对方扑上来的时候，就带那个家伙一起从楼上摔下去。女仆姐妹立马跑下楼，发现那个独眼的已经摔死了，还好徒弟3号用刀子卡在楼道上，成功避免了自己摔下去。女骑士带队的人连续偷袭，把那些擅自行动的佣兵干掉了，但是佣兵的马都累坏了，指挥官却硬是不肯撤，偏要带人追。没想到女骑士的队伍分成2波，指挥官也决定分批追击。不过女骑士的人越分越散，后面的队伍也只好这么干。但是女骑士他们早就约好了会合的地点，他们的队伍里没人受伤，决定会合之后再发起攻击。这次不是冲大部队来的，而是找单独的马队下手，并且说他们没想挑起战争，对方也是听精灵的话，即便在战场上也还是兄弟。这时候大雪突然下了起来，女骑士终于松了口气，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的支援。因为下起了大雪，魔族的军队撤了，人类这边派来的士兵也因为没粮食撤退了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原来中央教会居然跟魔族激进分子勾结上了，人类这边打算抢粮食，然后把王子国家扔给魔族，合作的魔族激进分子就得扮成人类的敌人，这样贵族们就能在里面捞钱，而掌权者就能长久掌权了。他们甚至开始召集第3次远征军了，这回他们打算直接把魔王给干掉。他们口中的杀手锏居然是魔王以前委托工人造的火枪，那些贵族将工人杀了，把火枪抢走了，打算大量生产，然后攻打魔王。他们想夺取光之心灵的圣骸，杀死魔王。尼魔法师进入一个巨大的魔法阵里面，这东西应该是众神时代遗留下的。魔王一旦离开魔宫，就得去见见民众。魔族是崇敬力量的，如果是现代的魔王，现在早就被迷糊好几个月了。这次出来是为了鼓舞士气，同时给那些激进分子施压。作为亡灵骑士的勇者也得出去露个脸，得向众人展示手下的实力。一开始大家看勇者拔剑都不当回事，女部长还提醒他要弄点场面效果，结果勇者一发光炮直接轰平了对面的山头，下面的魔族立刻欢呼起来。勇者尴尬了，搞大了点，到底谁才是魔王啊你们？魔王宣布要召开各族群的会议，大家以为终要对人类全面宣战了，谁知道他们根本就没听魔王说啥。魔王内心深处感到十分悲伤，勇者安慰他没事的，自己会一直在他身边。冬天到了，各地都缺粮食，商人们就开始推销马铃薯。其他地方的人吃了马铃薯后发现这不是什么恶魔果实，商人还跟王子说他们想签个魔族交易和停战协议。王子并没有拒绝，他也挺想了解魔族的，感觉2族之间可能并没有那么远。女骑士也告诉了魔王，他不在的这段时间，骑士把自己交给了勇者。魔王都惊呆了，骑士赶紧解释，交的只是剑了，不是别的。他说是因为勇者是魔王的人，还有他们是朋友，他们2个都很喜欢勇者。可恶，勇者到底是什么人生赢家呀，酸死了。魔王也没想到女仆姐姐能进化成这样，从痛苦中挣扎出来的自由之花真美，这让魔王感到非常骄傲，他很高兴能遇到这些人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小白爆肝队4号机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